袁先生，這邊請。袁先生，若是家中人等會兒有冒犯之處，還請您諒解。不是。蘇家的天譴需要我坐鎮1年才能化解，我用烏木刻柱，以佛性消除罪孽。明天就是最後一日，希望蘇家人不要横生事端，導致功虧一簣。袁先生，祭祖大典馬上就開始了，請。今日祭祖大典是慶祝我們蘇家再創往年輝煌、告知老祖的日子。他一個白吃白喝的外人怎麼也來了？大姐還親自陪着，太過分了吧？岂止是陪着呀，還得端茶倒水的伺候。就那點心，是大姐特地找御厨传人做的，味道差一点都不是。毫無用處的廢物倒是挺會享受啊！我們蘇家的錢也不是大風刮來的，豈能容他如此揮霍？那能怎麼樣啊？爸去世之前特意叮囑過，讓我們好好的伺候他，要不然爸在九泉之下也不得安生。大姐真是的，她对你我都没有这麼細心過。我一個养子也就算了，你可是她的親妹妹，待遇都沒有一個外人強。對不起，袁先生，可能是下人疏忽上錯了，我這就叫人去換。一塊點心至於嗎？他的嘴有那麼高貴嗎？真應該讓媽把他給趕出去。那是蘇家未來的女婿，不然怎麼蘇大小姐會親自伺候他？蘇家只有一個養子，這大小姐是蘇家真正的繼承人，這未來女婿啊，就是以後蘇家的真正掌權人。他不會對大姐真有什麼意思吧？簡直是妄想！我這就是讓媽把他給轟出去。去！蘇家只能是我的，這個毫無用處的廢物，休想奪走一分財產。吩咐門上開中門，準備迎客。迎客？今日貴賓已到齊，為避免打擾，中門已閉。喂，當真？沈家是京城4大家族之首的沈家嗎？太好了！袁先生果然料事如神，看來爸是對的，怪不得他臨終前千叮嚀萬囑咐，讓我務必伺候好袁先生。誰打的電話？什麼沈家？媽，京城沈家馬上就到。京城沈家？這可是京城4大家族之首啊！這不是你們該來的地方。我爺爺沈重山心脈受損，臟氣衰竭，跪請袁先生出世，為我爺爺恢復生機。我兒子視察功底回家，一直臥床不起，藥食無依，在下斗膽，跪請袁先生出手相救。袁先生慈悲，請救我後人一命。我答應蘇振海在先，保蘇家平安，1年期限未滿，許諾無悔。除非蘇家失信在先。諸位慢走不送。袁先生，袁先生，為了爺爺，我不會放棄的。京城沈家，就算整個榮城加起來，也難以望其項背。這沒想到蘇家竟然搭上了沈家。還真是了不起啊！據我了解，這沈家一直低調且神秘，極少會在公共場合下露臉。這次來參加蘇家的祭祖大典，莫非是要扶持蘇家？如果我能掌握蘇家一飛沖天，那指日可待。
傳令下去，贵客登門，重新布置场地。晴雪，你到门口亲自去吩咐，让他们千万不可失了礼数。好，明轩、秦家，你们2个一定要照顾好袁先生。我又不是他的使唤丫头。行，大姐放心吧，我们一定会照顾好袁先生的。照顾，我要让你逐出苏家。二哥，今天这么重要的场合，一会儿沈家也要过来，这万一……正是因为重要的场合，沈家要来，所以才要借此机会彻底被赶出去。走。袁先生，喝杯茶吧。这杯，这杯是100年老茶，您尝尝。茶里加了迷药，在清宫会上出这种丑事，蘇家容不得你。確定？確定。的確是100年老茶。這是你年初去廟裡求的平安符，怎麼會着了？二哥，我怎麼有些不安呀？沒事，着了也就着了，一定是這家伙故弄玄虛。袁先生，平日裡你在蘇家白吃白喝也就罷了，今日是祭祖大典，你耍這麼個把戲是什麼意思？看來我要讓你知道蘇家的規矩了啊！我這，哎呦！你沒事吧？我熄了門了啊！公子，二小姐，先生，夫人讓你們去宗祠。我走。想辦法讓他把那杯茶喝了，明白嗎？蘇家天譴，節氣竟然又生出一絲。袁先生，再不喝茶就涼了。我怎麼動不了了？真他媽邪門，不過也算沒白費。袁先生呢？不知道，或許一會兒就來。他來不了了，這會兒更和女傭廝混，稍後只要女傭衝出來一叫，他就死定了。袁先生到。过來，你怎麼做事的？不是讓你……我善你的吩咐，可是我……沒用的東西，滾下去！若沒有蘇家收留我，便沒有我的今天。今天是祭祖大典，更是我的感恩之日。宣少爺說得好，是個重情義的。好。袁先生，你在我蘇家一也算半個小。我們蘇家好吃好喝招待你，不求你為蘇家做點什麼。但今日是祭祖大典，你是不是應該為我們蘇家的祖先上一炷香？袁先生，我們蘇家這一年並無怠慢，你有何表示？讓我傷心，這世間無人能贖。他不是蘇家的女婿嗎？居然對蘇夫人如此狂妄。袁先生，京城沈家馬上就到，沈家是世家大族，禮節為重。你身為小輩，連為我們蘇家上一炷香你都不願意，若讓沈家看到，會以為我們蘇家不知尊卑。是啊，媽，趕緊把他趕出去，我們蘇家不養這樣的活祖宗。志海臨終前曾交代我，讓我以袁先生為尊，不能怠慢。他關係到蘇家命運，可這樣的一個人，什麼都沒有做過，還各種挑剔，家人花費2/3都用在他一個人身上。若有真本事，豈能如此種下烏雲？
說不定是個騙子。都给我听好了，随本少爷去请袁先生。是。今天这炷香，你必须敬给列祖列宗。上香吧，废物，这是你的荣耀。这炷香我敢上，你们苏家敢接吗？还在玩这些不入流的把戏，到底有没有把我们苏家放在眼里？妈，你消消气儿，别冲动。爸临终前特意嘱咐过我们，袁先生能来我们家就是我们家的大造化，不能有丝毫不敬。就是因为这句话，我们苏家恭恭敬敬养他1年，可是他有什么回報？可自从他来，我们公司起死回生，扭轉殘局，現在就連沈家也找上來了。這是我們全家共同努力的結果，是明軒輔助你，跟姓袁的有什麼關係？今天這炷香，他必須給我上。蘇振漢，人不與天鬥，就差最後一日，你的苦心要毀於一旦。諸位，我身為蘇家主母，讓他上炷香，有什麼不對嗎？京城沈家到。好，我說的不行。一會兒看他在沈家人面前是否還如此無禮。京城沈家沈天成恭迎袁先生出世。沈公子，何必如此？快起來，有話慢慢說。我是來請袁先生，其他人不要插嘴。袁先生，我是奉大姐之命來請袁先生。沈家之事我也知曉，時機不對，請回吧。這位可是沈家的小公子啊，尊貴無雙，居然對這個人如此敬重。不知道啊，這沈家不是衝蘇家來，怎麼對蘇家如此態度？難道這個袁先生真有什麼特殊？我剛才還要求他上香，難道真的錯了？你一定要記住，袁先生是有大神通在身之人，是我蘇家的保命符，務必要恭敬對待他，我們蘇家才能起死回生啊！沈海，好，我記住了。自從他來了之後，家裡確實開始好轉。難道……沈公子，快起來，您是貴客，請上座。無論如何都不能讓姓袁的和沈公子搭上，沈家的資源只能是我。沈公子，袁先生在我們家吃住和我們一樣，都是蘇家的小輩。您若有什麼事情，可以找我媽，我媽是當家人，她一定會全力的幫您的。你們能做袁先生的主？沒錯，袁先生在我們蘇家吃喝1年，我們都是好吃好喝好招待的，對吧，袁先生？我們蘇家對你盡心盡力，你是不是也該為我們蘇家做點什麼了？你賤女，張嘴！阿哥，怎麼回事？聽到他的命令，我情不自禁就要執行。姓袁的，我再怎麼說也是蘇家的公子，你怎麼敢呢？你好了，住口！袁先生豈能容你智慧？袁先生，我爺爺病重，心脈受損，臟器盡竭，只有您能救他老人家，求您隨我回沈家，無論什麼條件，沈家都答應。原來是為這件事兒，這可是個好機會。沈公子啊，你怎麼不早說？沈老爺子安危可是頭等大事，
這件事兒我答應你。當真？人命關天，我怎麼会拿沈老爺子的性命開玩笑？別的不說，袁先生治病的本事倒還是有一些的。這件事兒，我替他應下。你也可以替我答应了。看来蘇振海没有跟你們交代過，在我的面前就要按照我的規矩行。你這句話什麼意思？別說沈家的請求我不會答應，就算是我應了，也得後天啟程。天时机遇都不对，送客吧。人命关天的大事儿，那可是沈老爺子，我說的話難道就一點都沒用嗎？袁先生，我爺爺情況危急，實在不能再拖，請袁先生。不管你答不答應，今天必須去。來人，你給他收拾東西，隨沈公子回去。我可以離開蘇家，收回對蘇振海的承諾。但是我今天只要踏出這蘇家一步，你們蘇家就會重受天譴，遭受惡意，你承擔得起嗎？当真？京城沈家千真万確。好，我聽說沈家的二公子那可是正統的一脈，還沒有婚約。難不成是看上我們親家或者清雪了？這要是和沈家結親，那是天大好事兒啊！這以後啊，我們蘇家可就成為京城的名流了。走。奶奶，這位是沈小公子，真是一表人才。不過我這兩個孫女兒也是很不錯的。清雪、金家，過來看看相中哪個了。奶奶，您別胡說，這怎麼叫胡說呢？我們蘇家和沈家從不往來，這要不是相中你們兩個，那還是……本少爺今天可不是來談婚事，與蘇家無關。我是來請袁先生出手救我爺爺的。他就是我兒子給領到蘇家的，也不知從哪兒來的，沒聽說過懂什麼醫術。上回回老宅也沒有見賺什麼佛珠啊！你這一年的好日子都是我們蘇家給的，你不是佛祖？臭魔祖！袁先生，我們蘇家已入了绝境，就由我来抵受着天谴，换我全家平安。我死後的妻女和家人，还請您多多的照應。奶奶，他那珠子可邪性了。之前我一靠近，我口袋里的護身符就燒了起來。以為拿了串佛珠就立地成佛了，還擺出了一副高人的姿態來唬人。這是蘇家，對不起蘇家的人。你要是想坑蒙拐騙，我絕不容忍。寧軒，去把他的佛珠給拿過來，扔了。108顆佛珠，經30輪解36煩惱，天道之道，由我來效。袁先生，爺爺真的危在旦夕，實在等不了，請您屈尊大駕。還愣着幹什麼？拿下他的佛珠，安排車，讓他跟沈公子走。如果不走的話，直接把他送。我允許你來，只要你能受得住天譴就行。真是好大的口氣！我們蘇家好心收留了你，我們不是求着你。我活了大半輩子了，大奸大爛我見得多了，還取不到你這朵佛珠，真是笑話。蘇家歷經風浪，能有今日之太平，全是蘇振海捨命換來的。你若是敢動這佛珠，
那他的死可就白費了。天譴重歸，你可想好了？今日是我蘇家的祭祖大典，我蘇家在荣城可是首屈一指，怎麼可能因為一串破珠子就遭什麼天譴？真是荒謬至極！我看你就是個騙子，現在被揭穿了真面目，故意在這裝神弄鬼。不用你們，我自己去。爹，奶奶爸临終前特意叮囑過，不能怠慢袁先生，必須时时恭敬。哎呦，那是你爸弥留之際，腦子不清楚。再說也是我們蘇家的嘀咕，還讓這人鑽了空子。哪個大家的豪門不都是起起落落？一串珠子而已，怎么着？还能讓我們蘇家跌落到塵埃不成嗎？啊！佛珠若離我身，蘇家必定破敗。揮舞佛珠者，死！你簡直胡說八道，危言耸听！活了大半輩子，難道還能被你給嚇住嗎你？啊！媽，你快勸勸奶奶啊！我們家好吃好喝伺候了一整年了，我倒要看看他有什麼本事。哎，这牌位怎么倒了？这是不祥之兆啊！胡说八道什麼呢？這牌位明明是風吹倒的，哪來的什麼不祥之兆？剛剛明明是大晴天，怎麼突然陰天了？這到底怎麼了？大家不必驚慌，這變天是常有的事兒。阿和，你沒事吧？我的胳膊，我的胳膊！這是怎麼回事？怎麼好端端的會有東西掉下來啊？你必死！不就會使天氣變化嗎？啊！掉下一塊鬆動的木頭，你就說讓我死，簡直就是危言聳聽。我要是相信你說的話呀，我才是傻子呢！我不但扯了你的珠子，我还把它给扔了，不照樣好好的嗎？啊，你個騙！奶奶，快看看你奶奶怎麼樣？怎麼可能？奶奶1年前得了那樣一場大病，又撐了過來，怎麼可能突然就……袁先生，我奶奶的……袁先生，我知道錯了，我替她向您道歉，求您救救她。我說了，他必死。怎麼會這樣？不可能，這就是巧合。奶奶剛才站在這兒，只不過恰巧被雷擊中，跟你有什麼關係？這世上真有這麼巧的事？少爺，這個袁先生肯定不是一般人。我剛才打那個蘇家人的時候，就好像是被人控制了。看來爺爺說的沒錯，這個袁先生真有大神通，我一定要把他請回去。袁先生，既然蘇家不想留您，我沈家誠心誠意邀請先生一駕，我沈家願為先生效犬馬之勞。爺爺，您說的那個袁先生真的能救您嗎？喂？
什么？陈梅被雷劈死了？大小姐，千真万確，袁先生說不讓取下佛珠，蘇家人不聽，非要扯斷珠子。袁先生說陳梅必死，轉眼他就被雷劈死。這麼說，袁先生果然非同常人。是，他說的話目前為止全部應驗。告訴天成，不惜一切代價都要把袁先生請回來。是。爺爺，我一定把袁先生請回來，給您醫治。快，醫生，快看看我奶奶！人已經走了，蘇小姐，請節。只要袁先生肯屈尊駕臨沈家，我沈家必盡全族之力，滿足先生的一切要求。不可，沈公子，袁先生是我蘇家的貴客，怎能去沈家？蘇小姐，實在抱歉，我沒有看到蘇家的半點誠意。袁先生，袁先生，請您。佛珠斷，天譴歸。蘇家這場劫難是躲不掉的，它只是個開始。清玄，清玄，要記住，要好好侍奉袁先生，否則我蘇家必有大禍。袁先生，蘇家知道錯了，請您出手相救。晚了，蘇振海，你的苦心終究是白費了。袁先生，我奶奶已經為她的錯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，我們也都知道錯了，以後定不會有半點忤逆，請袁先生原諒，救救蘇家。1年前，我曾逆過一次天譴，這一次，蘇家注定有這場劫難。天與逆有可為，自作不可活。袁先生，對不起，袁先生，我向您磕頭，求求您。我和蘇家緣分已了，我不會再踏進蘇家一步。蘇家以後的一切與我無關。媽，請假，快跪下求袁先生留下，他不能走，否則蘇家會有大禍。姐，你還沒看到嗎？袁先生的話都應驗了，還不快點？姐，我們也就罷了，你讓媽給他磕頭。我怎麼說也是長輩，這麼多人看着，要我給他磕頭，我的臉往哪放？蘇家臉往哪放？對，這個時節連天打雷是很正常的，一年不知道彼此有多少人，這有什麼稀奇的？袁先生，請您看在我死去父親面子上，留在蘇家吧。緣已盡，無需多言。袁先生，晴雪，不許去。媽，為什麼非要鬧成現在這個樣子？袁先生的事，他臨終前是怎麼叮囑的？你忘了嗎？他說的佛珠有用，你就讓他帶着，你為什麼非要跟他擰着來？鬧成現在這個樣子，對我們有什麼好處？大姐，他就是個混吃混喝的人，這些年來他花錢如流水，對這個家沒半點貢獻。秦家說的對，他走就讓他走。媽，袁先生要是走了，他就真的不會再回来了。那我們蘇家，他走就讓他走，我就不信了。我們偌大的蘇家，離了他還真能倒了不成？讓他走，走了就別再回來。奶奶扯斷了他的佛珠，結果就被雷給電死了。我給他下藥，
小儿女不把他给害死，那我会怎么样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这是小浩，不会这样的。我没事的，我没事的，我没事。你嘀咕什么呢？妈，我没说什么，我是说咱们苏家家大业大的，祖辈创业艰辛，我们守业辛苦，跟哪有什么关系啊？说的是啊，我们苏家是荣城之首，什么大风大浪没見過，豈能因為他一句天譴就遭禍事？哼，我看就是他危言聳聽，嚇唬我們而已。我懶得跟你們說，我去追，我去。媽，我希望你們以後都不會後悔。那個蘇夫人，請節哀，老夫人的喪事有需要用得到我們的地方，隨時開口啊。好的，那沒什麼事兒，我們就先告辭了啊。喂，你說什麼？媽，什麼？媽！蘇振海，天意如此，我不曾失眠，是他們白費了你一番苦心。蘇家與我再無瓜葛。這天可不像正常陰天，袁先生一出蘇家的門，情況就更加嚴重。看來他說的應該都是真的，蘇家怕是要完了。袁先生，蘇家愚蠢，我們沈家誠意邀請先生屈尊駕臨，我們沈家上下願奉先生為神明，還請先生給我們一個效力的機會。想請我出仕，可不是一句心誠就可以的，需要付出代價的。你們沈家給得起嗎？我姐說了，只要先生肯駕臨沈家，沈家不計代價，絕無二話。沈家大小姐倒是捨得，也罷，就隨你們去一趟吧。先生請。袁先生，袁先生，袁先生，求您別走，只要您肯繼續留下，我們蘇家願意付出所有。緣已盡，相求。爸，對不起，是我辜負了您。爺爺，爺爺，爺爺，爺爺。喂，姐，我請到袁先生了，正在回來的路上。太好了，要快，爺爺這邊快小姐撐不住了。都準備好了嗎？大小姐放心，一切如少爺所說，準備妥當。淨水坡街9掛鞭炮，還有3炷上等的金檀香。那就好。大小姐，恕我直言，這可是古時的迎賓之禮，還得是皇族貴正。這位袁先生既然您提這種要求，他必定不俗，絕非等閒人，所以我們一定要小心謹慎，不能怠慢。是。你說這袁先生也真是的，老爺子明明在醫院，他不直接去醫院，偏要我們在這裡等。誰說不是呢？這不是瞎耽誤功夫嗎？老爺子本來能消耗的時間就不多了。哎，你說的真有那麼神嗎？一句話就給蘇家老夫人說死。噓，小點聲，你不想活了？這事兒是你我能操心的嗎？袁先生到了，請您下車。鳴禮炮，上清香。是。沈氏長女沈良薇攜沈家子弟恭迎袁先生。恭迎袁先生。袁先生，恭迎大駕，您入府。怪不得沈崇山的死結已現，難怪還要讓你們請我出仕。袁先生，原來您早就知道了，那能否勞煩您大駕？我爺爺現在在私人醫院，並不在家裡，勞煩您過去一趟，救救我爺爺。
不急，我既然答应要入沈家，就是接了这件事情。既如此，就要按照我的规矩。袁先生，请稍后。姐，我都打听清楚了，与袁先生入住可不是简单的事，要安排吃穿用住，每一样都必須講究，要按照他的要求來辦。總而言之，比三爺之前來的貴賓運油都要高。這並不難，沈家都能做的。不過這其中是不是有什麼深意？比如這次的恭迎禮。是，據袁先生所說，是為了我們好，是為我們要所求的事做出的交換。所求必有所捨，有捨才有得。袁先生果然是有大智慧的人，一切照辦。好。可笑，蘇家人還以為我貪圖他們那點身外之物，實際上是蘇振海的命不足以抵天譴，用那些東西來救他們罷了，否則逆天而為，以命相抵，這蘇家早就家破人亡了。袁先生，只要您能救我爺爺，我沈家上下绝无二话，尽听先生吩咐。早知道我兒子去了趟工地，回來就昏迷不醒，我寧可不做這單生意呀！現在袁先生在蘇家不走，這可怎麼辦？看着我兒子受罪，還不如我自己去受死。我那雙孫子孫女，這生下來就發不出聲音，連哭都沒有聲，這也吃不下多少東西，眼看就剩一口氣。你們說，我能想個什麼辦法，讓蘇家放人？蘇家又不是傻子，他們蘇家憑什麼一躍能成為榮城首富？那還不是因為袁先生？換成我供養，那當神仙都來不及，那怎麼會放人？我的老天爺，還真有傻子！怎麼說？你們聽，家主，蘇家老夫人扯斷了袁先生的佛珠，蘇家人說他白吃白喝，把他趕出了蘇家。哎呀，你確定嗎？袁先生在哪？快備車，備車！袁先生被沈家小公子沈天成接走了。你這個鬼孫，你跑那麼快幹嘛？沈家又搶先，沈中山這隻老狐狸養了2隻小狐狸，不行，我得上門去問他要人。消息是我提供的，讓袁先生替我兒子先看，誰先養到就是誰的，不會邂逅。聽天由命嘛！我要去沈家，我要第一個到。你們不講武德！好好的一個祭祖大典，弄得喜事變喪事，這在整個龍城也是少見。這樣我以後出去怎麼見人？媽，事到如今就別想那麼多了。我已經和賓客們說過了，他們不會把今天的事情洩露出去。眼下要緊的是奶奶的喪事。哎呦，我這眼皮子啊，一直跳，也不知道怎麼回事。媽，你就是太緊張了，這左眼呀跳的是彩。我跳的是右眼。剛剛接到運輸公司的電話，我也沒聽清說了什麼，這總是覺得心裡有些不安。媽，咱們蘇家什麼大風大浪沒見過，有什麼不安的？要我說，那姓袁的就是個騙子，故意說出來那樣的話，然後嚇唬咱們。如果咱們真信了他的話，那才叫中了計呢。哎呀，明軒說的是，我們蘇家經過多少風浪，怎麼會因為他一句唬人的話而土崩瓦解呢？是我自己太緊張。媽，他走了正好，能給我們蘇家省下不少錢呢。媽，你再给我買幾個新刀的。我閉嘴！我看事情的樣子，你們都忘了霸凌中前的囑託，還有袁先生初到我們蘇家時，一切都迅速好轉。蘇家是有了他的托舉。什麼他的托舉？那是我們全家人共同的努力。他成天除了要這要那，他出了什麼力？媽，喂？什麼？海上遇到風浪，船沉了，那可是幾十億的貨！怎麼會這樣？我的貨，幾十億的貨，船怎麼會沉了？姐，袁先
先生说的话是真的，奶奶被雷劈死了，现在船又沉了，这一定是巧合，一定是巧合。那姓袁的怎么能掌控海上的风浪呢？喂，夫人，刚刚得到消息，我们刚刚花大价钱承包的矿发生坍塌事故，伤亡巨大。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负责人呢？干什么吃的？负责人企图逃脱，在半路已经被抓走问责。夫人，我们现在不仅要面臨伤亡家屬賠償，不能如期交貨，還要賠償合作商巨額違約金。媽，又怎麼了？發生什麼事了？喂，我苏明軒，說，我們要和你們蘇氏解約。為什麼呀？你們蘇家都在熱搜上霸榜了，自己看吧。熱搜，沉船、礦難、巨額賠償。媽，事到如今，你還認為袁先生說的是假話嗎？他花費的那些，和他給蘇家的相比，又算得了什麼呢？我不信。我不信！媽，那怎麼辦？袁先生說的都是真的，奶奶死了，項目出現問題，他的媽也……二哥，哎呀，怎麼辦？慌什麼？大家做生意不出問題的。那1年前，咱們蘇家的問題不比現在多呀。無論如何，絕不能讓姓吳在。行了，別吵了，先送媽去醫院，我去開車，你們兩個送媽下樓。怎麼會有這麼巧合的事情？袁先生說我們蘇家會有災禍天譴，奶奶扯斷佛珠，去世應驗，現在連喪事還沒有辦完啊！這……媽沒事的，走。媽，芊芊，你們怎麼樣了？齊雪，你說的對，你爸說的對，袁先生不能走，不能走，快去把他接回來，快去啊！對呀，不能走。袁先生，您什麼時候給老爺子治病？他現在命懸一線，實在是不能拖了。等時候到了，我自然會出手。我人來了，他就不會。現在我需要你們按照我的規矩去準備。先生請講。我的住處屋後要有傲天竹林。傲天竹，那種竹子，一棵少說也要幾十萬，他竟然要竹林。院內要有泉水池，養8尾精靈錦鯉。後院中倒是有泉水井，但那口井裡的水要貴客來時才能用來煮2壺茶。他既然要用那水池養魚，8尾金鱗錦鯉，那種錦鯉一條得上百萬。必先得養風水菊，或使人家困境劫難，沈中山才有生息。室內窗簾換成月影紗，床幔一室，屋中的擺件皆要換成500年以上的古董。月影紗，奶奶在世的時候都捨不得用月影紗來做衣服，她竟然要做窗簾床幔，還要擺500年以上的古董，這得多少錢？如何？這哪是看病的大夫，這是供奉神仙吧？能，袁先生儘管放心，您的要求一樣不會差。是，我即刻去辦。先生，这是以天蚕絲為料，10幾個繡娘一起手工做的衣服，您可還滿意？換。是。怎麼個意思啊？原封不動又退回來了？這可是1顆6十萬的檀香，他還不滿意？真是離譜！
哪有住別人家比主人譜還大的？厅长，你去把爺爺珍藏的龍涎香拿來。龍涎香那可是爺爷珍藏的，奶奶以前想用，爺爷都只给用一点点，怎么能给他用？是那點香重要，還是爺爺的命重要？可是我們現在都不知道他有什麼本事，能不能給爺爺的病治好不知道，要求倒是提了一大堆。可不是嘛，他現在才剛進來半天，就已經花出去小2000萬了，這也太貴了。行了，聽我姐的，爺爺的命不值2000萬嗎？對不起，大姐，是我們失言了。大小姐，3大世家的家主來了，以穆家為首，現已到了府門外。以穆家為首，現已到了府門外。姐，我們雖然與他們合稱京城4大世家，但像現在這樣3大家一起來的情況可不多，會不會有什麼事啊？穆家主有沒有說他今天來有什麼事？沒有。爺爺說過，穆家主城府最深，不容小覷。他們今天一起來，必有緣由。姐，你說他們該不會是衝袁先生來的吧？我前腳把人請來，他們後腳就到了。去看看。廷成，你趕緊拿香給袁先生。程伯，你跟我去，開大門迎貴客。是。你們3個也是一樣，不可怠慢袁先生，他的要求全部滿足。是。你們說3大家主突然到訪，難道真的是為了什麼袁先生？怎麼可能？沒聽說嗎？穆家主城府最深，最計較的事，怎麼可能沒事給自己找個祖宗？這倒是。等等，這又是怎麼了？袁先生說這碟點心無法入口。這點心是今天廚房新做的，而且還是從江南請來的名廚，怎麼就無法入口了？立刻派人去買，品香齋一如傳人親手做的點心。是。不行，我得去問問他什麼時候給爺爺看病，什麼事都不做，還挑這挑那，皇帝也沒這麼能擺譜的。別衝動，忘了大姐剛剛叮囑過，讓我們不能怠慢了袁先生，無論什麼要求都得答應。你們2個就不生氣？當然生氣，但是要以大局為重，得罪了他，惹惱了大姐，耽誤了給爺爺治病，我們就麻煩了。就他那樣子，你覺得他有半點要給爺爺治病的意思嗎？我們家已經夠意思了，毛都沒見到，花了2000萬，我就是要問問他，到底這個譜他要擺到什麼時候？袁先生，我想請教。你別說了。你不說我說。袁先生，您這竹子也有了，魚也養，月影紗也用上，滿屋的古董擺件，您都可還滿意吧？差強人意。行，那敢問您，我們沈家誠意十足，您的誠意呢？什麼時候給老爺子看病？不急。還不急？他人在醫院，隨時都有可能咽氣，救人如救火。您左一個不急，右一個不急，大夫要都像您這樣，病人還有活路嗎？我不是大夫。你不是大夫，你来幹嘛來了？騙吃騙喝嗎？如果沈家連這點付出都不願，那沈中山的事兒就另想他爸爸。那沈中山的事兒就另想他爸爸。袁先生，他不会说话，您別介意。我說的不對嗎？袁先生，您這是要走嗎？袁未到，請劉師姐。什麼話都讓你說了，讓你來給老爺子治病，你要這要那，現在連病人的面你都沒見着，你拍拍屁股就要走？別說了。我偏要說，你來這一趟屁事兒沒辦，沈家花了這麼多錢，你現在甩手一走，覺得合理嗎？確實不合理呀。這饅頭從哪兒冒出來的？他是天成親自花大力氣請回來的，要真讓他走了，我們怎麼向大姐和天成交代？他捨得走，誰能養得起這祖宗？我與沈家
互不相欠。除了满屋子的古董摆件，其他的还花了2000万，你给个这破馒头就算完了？袁先生，请留步，沈家不在乎这些东西，只是老爷子受病痛煎熬，我们也都着急，所以您能不能先救他一命？沈家必有厚报。哎呀，我与沈家呀，已是互不相欠了。若再想让我出手去救沈重山，那就得看缘分了。回去告訴沈良威，讓他另想他法吧。袁先生，袁先生，奇怪，怎么走得这么快？这下麻烦了，他真走了，我们该怎么向大姐交代？你刚才确實有些衝動了，而且說的有點過分了。是我過還是他過？你們不也都看不慣他嗎？可再怎麼也都是背地裡說說，這鬧到眼前來。現在人都走了，我們可怎麼辦呀？你們怎麼在這兒呢？袁先生呢？三位叔伯，請坐。我爺爺病重，現在還在醫院躺着，無法與各位相見，還請各位不要見怪。前幾天聽說沈老爺子不太舒服，我們特意過來看看。趕緊跟他說袁先生。你啥呀？現在一說不暴露了我們的人事目的嗎？這丫頭雖然年紀小，貴得很。不知道袁先生在哪兒，想個什麼法子能讓這丫頭把人請出來。多謝各位叔伯記掛，相信我爺爺很快就會好的。而且今天我們本來應該……姐，不好了！你們都來這裡幹什麼？不是讓你們守在袁先生家附近聽我吩咐嗎？姐，袁先生走了。什麼？姐，袁先生走了。好好的怎麼會走了？怎麼回事？你們自己說。他吃個點心東挑西揀的，咱們家做的點心，他說什麼無法入口，多氣人！我忍不住就教訓了他幾句，讓他先給爺爺看病。誰知道他就真走了。他走的時候說讓您另想他法。你們大姐，您別生氣，妹妹她就是氣不過，不是我們度量小，這主要是她太氣人了。他把這個留了下來，居然說什麼兩不相欠，咱們可是裡裡外外花了2000多萬，一個破饅頭就說什麼兩不相欠，真是可笑。哎，這白饅頭是不是有什麼玄機？猜不透，不過既然是袁先生留下的，那就一定不是普通的饅頭。那是什麼饅頭啊？特殊的饅頭。哎呀，你管他什麼饅頭呢？總之弄過來。我們機會來了，趕緊派人找袁先生。你們說的都是真的？袁先生就留下這一個饅頭，說兩不相欠，然後就走了。放肆！讓你們好好招待，不能怠慢。你們可倒好，把人給氣走了。我要這一個饅頭有什麼用？我們全家付出了這麼多努力，難道就為了這一個饅頭？我要的是袁先生好好為爺爺醫治。大侄女，既然袁先生已經走了，我看你就順水推舟，你再生氣，他也不會回來。袁先生走了，我才有機會。穆伯伯，您這話……不知道為什麼，我一看見這個饅頭我就想起了我的老太爺，他老人家年輕時候創業的時候，就是靠着一個饅頭果腹。大侄女，你能不能把這個饅頭給我？給您？買，花錢買。您還用買饅頭？我聽說您家的麵點師用的可都是米其林的大廚。
呀，別的饅頭看不到我老太爺呀！這我出3000萬。3000萬買個饅頭，瘋了吧？閉嘴！把袁先生趕走，你們才瘋！我得把饅頭搞到手。我出5000萬，這個饅頭啊，讓我想到了我的太太。你拉倒吧！我出5000萬，外加一座萬帥廣場，包括影院。爺爺說過，這3個人比狐狸還狡猾。現在一起登門，又天價要買這饅頭，莫非有什麼貓膩？3位叔伯，這個饅頭我出1個億，加上萬順廣場和影院，還有南非一座鑽礦。一座南非鑽礦？別說是鑽礦，就算是一個普通山頭，種上麥子都不知道能做多少饅頭。這穆家族，大侄女，這還不夠嗎？我再加上城南那片稻田竹林，這麼多價碼，為了一個饅頭。大侄女，你就看在我老太爺的份上，把這個饅頭賣給我吧。我感謝你8位祖宗。行，那就把饅頭給您吧。哎呀，大侄女，謝謝你啊！我現在就回去祭拜我老太爺，告辭啊！我要祭拜我太奶。姐，我心臟不太舒服，好像有一個重大的損失。雖然那個姓袁的走了，但是一個饅頭能換回這麼多東西，也算是彌補之前的損失。不行，你不能走，這饅頭啊，必須分我一半。对，沒錯，都一起來了，哪能你自己搶走？什麼搶啊？這是我買的，我出3倍。這是我兒子的命，10倍，我也不賣。你兒子的命是命，我孫子孫女的命就不是命了。你孫子孫女沒了，你還有兒子，有兒子在，你就還能生。我可就一個兒子，要是沒了，我可徹底就完了。聽聽，這說的是人話嗎？不行，必須分。我出3倍，這饅頭還給我。我出5倍，這我爸跟你爸也是老哥們兒，這咱們爺爺也是好兄弟啊！對，能不能要點臉？你們都小點聲音。這饅頭是咱們連哄帶騙，好不容易得來的。那沈家小姐她不是個傻子，萬一被她回過味來，咱們誰也別想要。對，你說啥英文？這饅頭還不知道管不管用，你們就知道搶。那不管，只要是袁先生的東西啊，就算是一根汗毛，也要分成3份。沒錯，服了你們了，分還不行嗎？一人1/3。沒錯，這樣最公平啊！哎，慢着，用這個分1/3，準確。偏了，這少1毫米。袁先生，我是蘇晴雪，蘇家知道錯了，請袁先生大人大量，再幫蘇家一次。蘇晴雪是不是榮城的蘇家？應該是啊，他怎麼會來這裡？哎，沒聽說是來請袁先生的吧？袁先生，我是蘇晴雪，蘇家知道錯了，請袁先生大人大量，再幫蘇家一次。袁先生，這蘇家是出什麼事了？你們不看熱搜嗎？袁先生大人大量，蘇家完了啊！什麼？他們雖然不算什麼頂流，但在榮城也首屈一指啊！怎麼會？還不是他們自己作的。聽說袁先生被他們轟躲之後，他們厄運不斷，塌方、礦難、沉船，
沒有一件順利的事，誰敢跟他們合作？這躲都躲不及來。當真？當然。你們忘了我女兒是幹什麼的？做媒體的，這都是一手新聞。更邪門的是，不僅是生意啊，蘇家人都陸續出事啊！啊，出了什麼事兒？快說！陈梅死了，蘇夫人跌下樓梯，就連他們的养子啊，都斷胳膊斷腿啊！是啊，這麼慘！哎呀，这袁先生真是神人啊！原先在蘇家的時候，蘇家平安順利，才離開沒幾天就……哎，你們兩個不講道義的家伙！哎，誰先找到袁先生，算誰的啊！你们3个，袁先生走之前到底是怎么说的？一字不落重复一遍。就說他和沈家原未到，強留是劫。他還說，如果我們沈家連這點付出都不願意，那麼爺爺的事就讓我們另想他法。我們都付出了那麼多，他還不滿足，根本就是個騙子！住口！爺爺再三說過，只有袁先生能救他。你們現在把人氣走了，爺爺怎麼辦？姐，依我看，現在最重要的是趕緊弄清楚袁先生的去向，再把人請回來。對，我們也願意去請。只怕你們去了才請不到。大小姐，公子，蘇家來人了。什麼蘇家？是榮城的蘇家嗎？對，來的就是蘇家大小姐蘇晴雪。她來幹什麼？據她說，是要請袁先生重回蘇家，蘇家怕是不行了。什麼？就在公子把袁先生接出來的時候，蘇家的禍事就接二連三，蘇夫人和蘇二小姐還有蘇家養子都沒能幸免。是真的，果然是真的。袁先生說過，陳梅把佛珠扯斷，蘇家就會應劫，災禍不斷，全都成真了。姐，袁先生當真是神人啊！來人，備車，我要親自去請袁先生。你給我去貴祠堂，袁先生沒來之前不許出來。你們兩個跟我一起去。哦。媽，姐，姐，袁先生在哪兒？他是不是跟你回來了？他人呢？晴雪，姐，袁先生是不是原諒我們了？他人那麼好，一定不會跟我們計較吧？姐，你說話呀！袁先生沒來，怎麼會沒來？你沒有去求他嗎？啊，跪了，求了。可袁先生現在已經不在沈家，不知去向，我連面都沒見到。啊，怎麼會這樣？那我們蘇家豈不是要完了？都是我的錯，是我不該一時上頭，咄咄逼人，逼走袁先生，蘇家完了，都是我的錯，都是我的錯。媽，什麼聲音？我聽着，怎麼像二哥的聲音？他在隔壁。快走！老大让着看，女仆病危，高让着检验。明轩，二哥你怎麼了？明轩，姐，二哥也被烫傷了，這會不會跟袁先生有關？我猜應該是。不可能，絕對不可能，這一定是巧合。萬歲就是。不好意思啊，明軒。我早就該想到的，報應，這一定是報應。從二哥的護身符起火，我就應該想到的。啊！什麼起火？你倒是說呀！我們也不想這樣的，是二哥想給袁先生一個教訓，讓他在壽宴上出事，給他下了迷藥，安排女傭過去勾引他，
可不知怎么的，他的护身符突然一下就起火了。二哥从那以后就开始倒霉，先是断胳膊断腿，现在又是被烫伤被撒到。我不能这样，我不能这样！姐，我们去求求袁先生，叫他回来，这次我一定好好的伺候他。都是我的错，该是我去亲自求他，是我没听你们爸爸的话，害了全家。走，我们现在就去求他，现在就去，一刻都不能停。我又不是缺袜子穿，这些琐事你一大把年纪了，何必亲自动手啊？主子，我才108，耳不聋，眼不花，正是伺候您的年龄。您的鞋袜还是老奴做的，您穿的最舒坦。老奴能照顧你，是我最大的荣幸，比什麼都高興。你很忠心啊。主子，你是在誇奴婢嗎？謝老爺赏賜，謝老爺賞賜！一整個饅頭，這可是能解災除惡、令百病全消的寶物啊！以雪山冰脈磨粉，玉蓮花枝做水，百年檀木燒火蒸製。你壽元將近，吃了它，這續幾年了？上次我大限將至，幸好得了一點饅頭渣，才讓我活到今天。雪芙，你终於醒了！啊，我醒了，太好了，我醒了！啊，這是一整個饅頭啊！謝老爺，謝老爺！我得拍個照，發個朋友圈，給那些老東西顯擺顯擺，讓他們眼饞吃不着。主子，有人來了，要不要奴婢去看看？若是貴客，正好有口福了。老奴昨天剛從老母樹上採的紅茶炒制出來，正好待客。不必了。袁先生，在下京城穆家穆良成，犬子身患重疾，卧床不起。我知袁先生妙手能解世间一切疾苦，请先生出示，救兒子一命，我穆家願傾其所有。請袁先生出示。你們兩個一會兒見到袁先生，好好向他賠罪，求他原諒，記住了嗎？記住了，大姐，一會兒我們兩個就行了，你跟天成哥就不用了吧。我們好歹也是京城4大世家，要是被人看見在這裡又跪又拜的，實在有失體面吧？體面？你們沈家哪還有體面？好不容易請來的人被我們幾句話氣走，沈家的體面早就被你們丟盡了。是你的體面重要，還是爺爺的命重要？還領不清啊？不敢，我們跪。請袁先生出示。誰在說話？請袁先生出示。姐，怎麼是他們？他們怎麼在這呢？他們怎麼還在這跪着？難道也是來請袁先生的？啊？不會吧？他們可都是京城世家的家主啊！請袁先生出示，大慈大悲，救我家人！哼，我說他們怎麼會突然去我們沈家？原來來看爺爺全都是假的，想要打聽袁先生的下落，把人搶走才是真的。能讓3位家主做到這種地步，看來袁先生的本事遠超過我們的想象。姐，絕對不能讓他們搶走袁先生，爺爺全指望袁先生救呢。當然。我是袁先生出示。
沈氏良威在此叩首，恭请袁先生原谅小辈无知，再入沈家，沈家愿倾全家之力，再次侍奉袁先生。请袁先生原谅，再入沈家。大侄女，凡事讲个先来后到，你们是不是应该跪到后面去？不师伯，要说先来后到，袁先生可是先去的我们沈家，比我们先。既然如此，那我问你，袁先生为什么会离开沈家？还不是因为你们照顧不周？现在过來請，這不是自找打臉啊？打臉我也認，不過三位叔伯也不磊落，當初去我們沈家，沒說要找袁先生，現在還想和我們搶人，沒門！明軒、秦家，你們一定要拿出誠意來。這次給我們的教訓已經夠深了，好不容易打聽到袁先生的住處，這次無論如何也要把他請回去。不管他提什麼要求，我都答應，哪怕讓我這個做長輩的給他下跪叩頭，我也別無二話。我也是，我保證，我絕對不會亂講話的。這次就算是讓我當他使喚丫頭都行。記住你們剛才說的話，一會兒我們先來的，才不是。袁先生是我們沈家先請到的。怎麼有人在吵架呀？我去看看。你們還好意思說人是你們先請過來的？那人是不是你們趕走的？都是誤會。什麼誤會？我看你們分明是對袁先生不敬，一會兒請人，一會兒趕人，你們還是真不知羞啊！到底是誰不知羞？偷摸打聽消息，還先一步來這裡請人，你們還有沒有一點長輩的樣子？袁先生是何等的尊貴，怎會受你們如此羞辱？袁先生是不會回你們沈家的。大侄女，不要在這自取其辱了。沈小姐，沈公子，京城三大世家的家主，他們是京城四大世家的，連揉起來足以撼動半個世界的經濟命脈。今天竟然在這兒為了爭請袁先生跪在這裡，他居然這麼有能力，那我們之前豈不是有眼無珠了？哈哈哈哈！我以為是誰呢？原來是榮城第一蠢家，你們還有臉過了？還活着呢啊！命挺硬啊！要是我敢對袁先生不敬，遭了報應，我就找棵歪脖樹自己吊死。蘇晴雪，求見袁先生。袁先生，我們錯了，求求你，可憐可憐我們吧，再給我們沈家一條生路，求求你了。這門開了，袁先生願意原諒我們，願意讓我們進去了。你腦袋蠢貨！袁先生，我們蘇家，我與蘇家緣分已斷，天意不可違。蘇家之事，我不會再插手。回吧。袁先生，袁先生，求求你，我錯了，是我不該對您不敬，求求您原諒我，給我們一條活路吧，袁先生。我們知道錯了，袁先生，無恥蠢貨！主子說了，蘇家的事他不再管，你們聽不懂嗎？滾吧！主子，你是？我姓雪。姓雪？難道是尹氏世家雪家的掌門人？算起來應該已逾100歲高齡，可他不錯，是我。你們也算是見過世面了。我現在不是什麼掌門人，只是先生身邊的一個奴婢。奴婢？蘇夫人，你好大的威風！祭個祖，恨不得全天下的人都知道，還膽敢讓先生給你祖先上香，你們也配？對不起，我不知道您這樣的人物竟然也是袁先生身邊的奴婢。給先生做奴婢是我一生的榮耀，是多少人求都求不來的好事。你竟然以什麼長輩自居？你算是哪門子的長輩？
一门子蠢货，只有苏振海勉强算是聪明，不过可惜了，为了你们这些蠢东西，舍弃了自己的性命。什么？你们以为就凭你们，凭什么能让苏家扶摇直上，成为荣成之首？你们又凭什么以为蘇家能永保繁榮？那是因為主子答應了蘇振海。你的意思是蘇振海知道蘇家劫難將至，在主子門前跪求7天，用他的性命作為交換，主子這才答應出世，保你們蘇家1年平安。而你們呢，不知感恩，不懂珍惜，還對主子無禮，真是罪該萬死。天哪！振海，是我對不起你，怪我蠢，害了蘇家，是我辜負了你，我對不起你啊！原來如此，怪不得爸臨終前再三叮囑我，要處處以袁先生為尊。原來是這樣，爸，是我負了你的囑咐。姐，那我們現在該怎麼辦？是我們自作孽，不可活。辜負了爸，也愧對了袁先生。話都說清楚了，那趕緊滾，別在這兒擾了主子清靜。媽，別求了，無論將來如何，都是我們該受的。走吧。難怪袁先生遲遲沒有給爺爺看病，原來要換平安需要付出這麼多。蘇振海更是以命相換。還有你們，趕緊走吧，別在這兒跪來跪去了。沈氏良威在此叩首，願為先生奴婢，終身侍奉。大姐，你瘋了！你可是爺爺欽定的繼承人，怎麼能……閉嘴！還望先生成全。這個丫頭倒是機靈，還沒怎麼着就想和我競爭，沒門兒！先生才不會同意這個丫頭片子。進來。袁先生，請喝茶。我可不是什麼人都收的。先生，之前是家中堂妹無禮，我已經罰她跪在祠堂，家裡2個堂弟也跟了來，就在外面跪着賠罪。先生大量，我願意終身不嫁侍奉先生，望先生恩准。好個鬼丫頭，還真會來事。可恨我怎麼生了那個不中用的兒子，早知道我也生個女。你看看人家，哎，這也不知道沈出山那個老家伙，這平時怎麼教導孫女的？這怎麼人家那麼有眼力，那麼會說話，那麼會辦事兒？也不知道我孫女長大了有沒有這個機會。等你孫女治好了，到了再說吧。你倒是挺懂事啊。求先生成全。你以後就跟我吧。多謝先生。回沈家。哎，出來了。袁先生，袁先生，哎，袁先生，袁先生，袁先生。這鬼子一走，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再回來。哎，你們3個怎麼還不走？哎，我老了，又是個老頭子，要不然我也給袁先生當奴僕去。你可拉倒吧啊！誰要你呢？存牛去幹什麼？給你養老嗎？哎呀，這沈家怕是要雞犬升天嘍！哎呀，又讓這沈老婆搶了先，這不白忙了嗎？給他孫女當了陪襯。總算得了1/3個饅頭。哎，你這哪來的？這是袁先生給沈家的，我們從沈家買的，我們一個人分了1/3呢。啊，我買，你花多少錢？我出10倍的價錢。我才不賣呢，我又不是傻子。你們知道這饅頭是怎麼用的嗎？哎呀，薛老夫人，您是不是知道？要不您給我們指點一下？你們真是有眼無珠，這可不是普通的饅頭啊，這可是能解災除惡、令百病全消的冰蓮血饃。
以雪山冰麥磨粉、玉莲花枝搅拌，再用檀木烧火蒸制，一点渣渣就能去除所有恶疾。哎呀，我儿子有救了！我得先走。我孙子孙女单活了！哎呀，感谢徐老夫人宣告，后会有期。哎呀，我真是老糊涂了！我告訴他们这个干什么？就让他们以为是普通馒头，哄骗过来多好啊！儿子，你都喝口吧，妈求你了。怎么样，请到高人了吗？这儿子快撑不住了。人是没有请到，但兒子有救了。这馒頭，你不開玩笑嗎？快去挖清水來。這能行嗎？兒子現在連百年人參的參湯都餵不進去，這平時他也不吃這種。別說了，這可不是一般的饅頭，為了他差點把頭打破。你去把兒子扶起來，我來餵他。好。兒子真醒了，上天保佑。爸媽，我這是怎麼了？哎呀，真是，怎麼就是個兒子？爸，你在說什麼呢？哎呀，你回過神了？嗯，都好了吧？嗯，趕緊起來。爸，我這剛好，你讓我去哪？你在床上躺了這麼久，趕緊起來，去找袁先生，求他收你當個小廝。什麼玩意兒？我去給人家當小廝？麻利點，你這都是晚班了，小廝還不一定能當上呢。操！媽，你要帶他去哪兒呀？當什麼小廝？爸，你是不是病了？嘿，老子才沒病呢，病的是你。你這條命能撿回來，多虧了袁先生。沈家那丫頭都去當了奴婢，你去求着當個小廝，咱們穆家也能飛黃騰達。奴婢。小廝，爸，我，哎呀，要不是我老了，我恨不得我自己去。快走，媽，快走！哎呦，你說帶上這玩意兒真有用嗎？帶上這個就能擋災？應該能吧，反正總歸是沒有壞處。切，要我說就是故弄玄虛，說什麼咱們全家人都有帶。青天白日的說這種話，故意嚇唬人吧？我快別說了，祠堂還沒鬼狗。对，救沈重山，摘沈家之毒，是需要付出代價的。你們都是沈家的後人，應當共同承擔。可願不？我願意，我願意。好啊，賜你們的佛珠，無論何時都不能摘下。有他在，可以保你們有驚無險；否則，輕則傷，重則亡。都記住了嗎？一言俱是。明日便是順天應地之時，我會出手去救沈重山。你們先退下吧，無事不得外出。是。先生，以命換命，我爺爺會康復如初嗎？我會死？有我在，你不會死。這是
你将此佛戴在身上，和佛珠一样不可离身。今日亥时过后，不可踏出这房子一步。是，我一定照做。亥时，也就是9点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大小姐，您先回屋，其他事情我会处理的。我刚才好像听到是表妹的声音，她怎么了？她不听袁先生的吩咐，擅自把佛珠摘下来睡觉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衣柜突然倒了，把肋骨砸断了。啊？她怎么样？伤势严重吗？我已经让人打电话给私人医生了，骨折只是一方面，另外衣柜上的穿衣镜也碎了，玻璃碎片划伤了脸，恐怕……怎么会？大小姐，您还是先回房间吧。9点05，先生说过了9点就不能出门，我一定要听先生的话。怎么会有小猫？怎么这么烫？这是先生给我的符。这是什么東西？幸虧沒開窗。開始了。袁先生，你怎麼突然出現在我面前了？這個不重要，一會你會慢慢了解到的。什麼？符。哦。之前窗外有貓叫，我打算去開窗，是他突然發燙提醒我，我才……這是他怎麼突然起火了？沈家氣數已盡，沈重山有功德，才苦我拖到今日。要是想救他，改家運，就必須要付出代價，這是天意。那是我必須要死嗎？我說過，有我在，你不必死。雖然天意不可違，但是我有辦法讓天道開出一條生路。剛剛那道符，就是開路靈牌。怪不得我爺爺說，只有您才可以救他，您可真是大神通之人。劫災過半，生命已開，明日就是救沈重山的時機。是，謹遵先生吩咐。天哪，我今天可真是大開眼界，這袁先生究竟是何種高人，竟然能逆改天意？我沈家上下一定全力侍奉袁先生。你們兩個怎麼樣？昨晚沒發生什麼事吧？別提了，昨天晚上我房間裡都忽明忽暗的，太嚇人了。哎呀，你那算什麼？昨天晚上我房間裡的窗戶哈一下就自動打開了，我還聽見窗戶外面一直有個女人在笑，我可是住在3樓啊，嚇得我蒙在被子裡動都不敢動。沒事就好了。哎，桃妹怎麼沒來？她昨晚睡覺前摘下了佛珠，結果半夜衣櫃倒了，桃妹被砸斷了肋骨，臉也被劃傷，送醫院了。啊，這怎麼可能？我去，你們看我這佛珠怎麼裂開了？救沈重山，改沈家之路，是需要付出代價的。你們都是沈家的後人，應當共同承擔。可願不？
我愿意。我愿意。好啊，赐你们的佛珠，无论何时都不能摘下。有它在，可以保你们有惊无险；否則，轻则伤，重则亡。我想啊，这就是袁先生所说的代价。佛珠裂了，代表替我们挡下了灾祸，而他没摘下佛珠，没有了袁先生的庇佑，所以，姐，昨天我也遭遇到了意外，幸亏袁先生相救，否则我今天也到不了这里。啊，这难道袁先生真有什么意义？总之，袁先生的本事绝对惊世骇俗，绝非我们能理解。以后我们沈家一定要全心全意侍奉袁先生，绝对不能再有任何差错。是。先生、小姐都准备好。现在开始吧。这馒头怎么突然出现了？把这个放在病人的额头上。把馒头放在头上，这能行吗？你们看，爷身上怎么冒着黑气啊？姐，你看外面的天。袁先生，不必担心，在这里，我就是天。是。哎，你们看，这馒头像不像那天袁先生给咱们家的那个？何止是像啊，简直就是一模一样。怪不得那天穆家他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馒头买走，原来这真是个宝贝啊！姐，你看爷爷的脸色好起来了。哎呀，真不该把馒头卖给他们，太亏了。去查一查，看看这馒头到底有什么功效。袁先生，您看外面的天气怕是……我说了，不必担心。人世无咎，岁之一方，横批有度，大道昭彰，敬天地而不告四方。敬天地而不告四方，什么样的人物才能说出这样的话？这就是我要终身服侍的人。天哪！哎，你快看，袁先生一番话，装天地色变。还用你说？我当然看到了。我现在终于明白，3世家的掌权人为什么都去请袁先生。我们沈家要一飞冲天了。袁先生，您看我爷爷他什么时候能醒过来？到时候了。还要挣扎？收。爷爷，爷爷，爷爷，您终于醒了。沈中山，你好大的胆子！袁先生，袁先生，中山谢严先生救命之恩。爷爷，跪下！你们全都给我跪下！袁先生，我不是故意要打扰您的，
只是事發突然，而我沈家的幾個孫輩也都不能獨當一面，其餘幾大家族對我沈家也是虎視眈眈的。要是沒有了我簡直不能想象會成為一個什麼樣的局面。所以你就讓他們過來找我。都是我該死，這些都是我自作主張。我明知道袁先生淡泊名利，不好世事，卻還讓幾個兒孫去一再打擾，這些都是我的錯。你要怪就怪我一個人吧，你可千萬不要怪罪他們。爺爺，你大可放心，我是不会責怪他們的。而且你的孙女我已經把她收在了我的身邊，日後你們沈家有什麼樣的造化，全都得看她。真的？是真的，爺爺。袁先生已经收我为奴婢了。謝謝袁先生，謝謝袁先生成全的。他們我是不會責怪，但是你嘛，袁先生，無論您怎樣責罰我，我都心甘情願的。好，那我就罰你在這裡跪滿1個時辰，好好的反省反省吧。謝袁先生。爺爺，爺爺，爺爺沒事兒。小薇啊，袁先生能收你做他的奴婢，那是你幾輩子修來的福分啊！爺爺高興，爺爺樂意跪。爺爺，當時事出緊急，您只說讓去找袁先生，我們也是病急亂投醫，沒想到真的把您救活了。就是啊，爺爺，沒想到這袁先生有那麼大本事。就憑我算得了什麼？袁先生真正的本事比你們想象的要大得多呀！啊，爺爺，這袁先生他究竟是什麼人呀？您跟他是怎麼認識的？哎，這事兒說來話長啊。你們的老祖宗，也就是我的爺爺，他老人家從前就曾在袁先生身邊做過不錯。什麼啊？怎麼可能？您的爺爺要是活到現在，起碼也得100多歲了。可袁先生看起來也就20多歲。這件事情那可是千真萬確的。我小時候就親眼見過袁先生。天成啊，你去我的書房把我珍藏的那張照片拿回來。好的，爺爺。聽我爺爺說呀，我們沈家原本是一個不入流的小家族，可自袁先生來了之後，所有的事情都變得順風順水，在短短的幾年時間就迅速崛起。所有的這些事情全靠袁先生庇佑啊。那爺爺，袁先生後來為什麼離開我們沈家？這我就不清楚了，大概是緣分盡了吧。像他們這樣的絕世高人，行事決斷，那豈是我等凡夫俗子能揣摩的？爺爺，爺爺，照片來。這就是100年前我爺爺年輕時候的照片。這是我爺爺和他侍奉的主人，你們看，這位就是我爺爺。這個人是誰？跟袁先生長得好像，難道他是100年前的袁先生？沒錯，這就是100年前的袁先生。這怎麼可能啊？如果他真的活了100多歲，那他的容貌怎麼一點都沒有變老呢？袁先生是長生者。沒錯，袁先生就是長生者。小薇啊，你現在
成了袁先生的奴婢，这是多少人想争都争不来的荣耀啊！以后沈家就全靠你了。您放心，爷爷，我一定全力侍奉好袁先生。哟，这不是逛工地差点逛起阎王殿的穆公子吗？那也比你们强。听说你们俩是过来给人当小厮的。谁也别笑话谁，你不也是来当跟班的吗？就是，本公子才不稀罕当什么小厮，我只是来应付一下。你们谁爱当谁当。你查清楚了？千真万確，袁先生留給沈家的那饅頭叫做冰蓮血魔，由雪山冰脈所製，玉蓮花枝膠拌，服用者能解災除惡，百病全消。這就對了，穆家不惜花費重金也要買下那個饅頭，肯定是為了回去給他兒子治病。好像還有一些隱士家族也一直尋找着這種饅頭。好了，你下去吧。小姐，饅頭的事情已經查清楚了。小薇啊，發生什麼事情了？之前他們兩個什麼？你們竟敢冒犯袁先生！你們簡直是大逆不道！給我滾！是，站住！以後你們要是再敢冒犯袁先生，我打斷你們的狗腿！是，我們再不敢了。滾！哦，還有，饅頭是怎麼回事？爺爺，之前袁先生給過我們沈家一個饅頭，經過陳叔查證，說那叫冰蓮血魔。冰蓮血魔？聽說冰蓮血魔能夠消災除惡，令百病全消啊！快拿出來讓我看看。被穆家高價買走了。什麼？賣了？哎，爺爺爺，你消消氣兒。您別生氣啊。哎呀，這可是冰蓮血魔呀！只需要一點點饅頭汁兒，就能夠令百病全消。你們怎麼能把它給賣了呢？你們一個一個，簡直是敗家子兒！爺爺，我們當時也不知道那魔的作用，都是那穆家家主，他故意隱瞞，又出高價，我和姐姐才……這個老東西，我找他去。老太爺、小姐有客到，是京都三世家的公子和小姐。穆家的小子來了嗎？是。哈哈哈哈，來得正好，今天我非得讓他們穆家從咱們這兒騙走的冰蓮血魔給咱吐回來。你不是死了嗎？你怎麼說話？明明已經病入膏肓，可現在居然沒事人一樣坐在這兒，難道真是那個袁先生把他救過來了？我們沈家請來了袁先生，老頭子我的病自然就好了。你們幾家居然還有臉派人來，快把從我們沈家騙走的饅頭給我還回來。饅頭？你們堂堂穆家騙你個饅頭幹什麼？難道是我侄兒吃的那塊饅頭？什麼？吃了？對呀，那天我爸急忙回來，手裡還拿着一小塊饅頭，說什麼能救好我侄兒的命，所以就給我侄兒吃了。你們爺爺，你醒醒啊！一個普普通通的饅頭，至於這麼大反應嗎？你知道什麼？那可是冰蓮血魔，你們三家的災情能消除啊，全得靠了那個魔。哼，你開玩笑呢吧？
我靠！啊，他怎么突然就出现了？对，于先生，求您救救我爷爷！袁先生，你快救救我爷爷吧！爷爷，没事吧？区区一个馒头而已，何必如此急躁？袁先生，那可是冰莲血魔呀，那是何等珍贵呀！我操！你们看到了没？那个馒头突然就这么凭空出现了。对，看来父亲说的没错，袁先生真是一位绝世高人。既然你如此在意此感，看在你孙女的面子上，就赠与你吧。谢袁先生赏赐，谢袁先生赏赐。我等自愿追随袁先生左右，望先生成全。